想问您个事儿啊，对于摄影的热爱，您能持续多久？我换个问法，就是您再想想，上次拿相机拍照是多久之前了？这期想跟大家聊聊怎么保持对于摄影的热情。我给大家出一4连招，肯定有作用。另外呢，也想说说最近2个品牌发布的新品，富士的 X160，还有索尼的2450-2.8镜头。欢迎收看《采风摄影生活杂志》，我是大马猫本。回想一下摄影的动力是啥？其实做这期节目，我是因为心里有点落差。刚刚出国旅行回来，当时拍照的时候跟打鸡血似的，但是回来之后每天柴米油盐接孩子就是做饭，就真的不太想把相机拿出来了，甚至我都开始怀疑自己是那么热爱摄影吗？对于摄影的热情要是消失了怎么办？其实这个问题还是挺普遍的。我统计了一下，从2013年我开始教摄影，一直到现在，所有的学员把摄影从开始一直到后来坚持下来的人，我觉得不会超过10%。您还记得自己的摄影的动力是什么呢？当初拿起相机是为了记录有意义的人生时刻，比如像什么孩子出生、自己成长、重要的旅行，或者单纯觉得要用牛逼的设备拍摄牛逼的照片，但是结果发现那种看起来我来我也行的照片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这种慢火炖青蛙，漫长的挫败感之后，对于摄影的这个热情呢，慢慢也就淡了。如果您是一个刚刚开始学摄影的朋友，我觉得这期的话题呢，可能对于您来说呢，没有什么共鸣。这就像跟一个刚新婚不久的小伙子来讲，怎么需要聊到说让婚姻更持久的问题？新相机放在被窝里边，每天摸还不够呢，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激情之后早晚都会有面临这个问题。当热情慢慢消退的时候，轻则怀疑自己是不是玩摄影的料，重呢，给自己打上一个3天打鱼2天晒网，干什么都没有长性的这个标签。所以呢，我就想说说我是怎么保持对于摄影的热情的，也许能让您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保持摄影的热情，第一招就是出去走走，能出去旅行，看这种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拍下来带回来，这个确实能让人念念不忘。我们去年去非洲还有南极这个团的团友，虽然我们已经散团这么久了，但是群里依然大家是叽叽喳喳。但是我想说的是，出去走走并不是那种1年甚至一辈子才有一次的旅行。我的意思是说，能够出家门就行。想玩摄影就必须得出门，蹲在屋里干憋它是不行的。我觉得出门是否要坚持带相机，这并不重要，而是每次出门坚持观察和感知，发现和察觉身边的变化。像每天路过的这个花丛，看看花多长时间才开，或者说今天和昨天的月牙的形状有什么区别。如果我对不同的陌生人微笑，他们给我的反应是什么？手中无相机，心中有相机，用脑海里的取景器来构建您自己的画廊。你这么一想，是不是觉得光折腾光圈快门挺无聊的？观察和感知才是摄影最核心的东西。当然了，能够出趟远门旅行它也确实爽，但只有积累了这种观察和感知的能力之后，您再把自己放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边，这个旅行才更有收获。你说对不对？保持对摄影新鲜的第2招就是买新器材。一说到这个我都开始笑了。对于增加摄影的热情买新装备这一剂猛药确实是疗效最明显的，但是它的毒性也最大。这招对我自己也是非常管用。新相机拿在手里，我忽然觉得我这个中年男觉得自己就行了，就像自己喜欢摄影的年轻小伙子一样。这招确实管用。但是用添置器材这招嘛，对于人的刺激的有效的时间非常有限。我个人经验短则1周，长不过3个月。您对于器材的新鲜感能持续多久？咱们有经历的朋友，咱们打在弹幕上，让没有经历过的人也了解了解。买器材这个药劲儿过了以后你会觉得更加的索然无味，整个人比以前还提不起精神。想再增加这种刺激呢，就只能增加剂量，所以这个触发值是越来越高。所以大家一定要慎重，尤其是刚刚开始学习摄影、接触摄影的新朋友，怎么杜绝陷入这个无底洞？我有一个想法您看对不对？其实只要您看清相机厂商的这个伎俩，
就不会被他们拖着鼻子走。你像刚刚发布的2个设备，富士的 X160还有索尼的2450 2.8的镜头，真没啥好说的。就是以现在摄影新技术这些瓶颈，相机的品牌就是拿那点破参数颠来倒去。富士的 X160外观没变，光学没变，就是弄了一个4000万像素，还有说别的机器上已经有的这个防抖给塞进去了，啥都没变。它居然还出了一个限量版。老贾，你先把自己的产能做上去，再搞这事儿行不行？还有索尼的这个镜头，焦距咔嚓砍掉20毫米，体积再做小一点。其实对于这支镜头，聊什么光学素质啊，聊什么焦外成像啊，我觉得这都扯远了。它的卖点在它的产品宣传片里边已经表达的清清楚楚。你看宣传片里是不是所有配它的机身都是 A7C 嘛？其实这就不是给小巧的 A7C 系列这个上衣配上一条合身的裤子嘛，就是体积，对不对？品牌你要是这么玩啊，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像传统戏法3仙归洞，就这么多东西颠来倒去来回折腾，像什么红烧肉3仙归洞、铝盆3仙归洞、榴莲3仙归洞，你确实啊，就是能把刚来的观众蒙得一愣一愣的，又兴奋又刺激，对不对？你看2.8的光圈，然后2470咔嚓砍一刀，走你变，像不像？对不对？但你只要看懂了这个戏法的原理，你就会嗤之以鼻，对不对？保持热情的第3招其实就是磨练技术，不断突破自己的技术，给照片带来新的观感。我觉得这也是在摄影师获得正向反馈的一个方法。但我觉得别限于光骨头、光圈、快门这些东西。未来 AI 人工智能发展，你手里的相机肯定能帮你把曝光这点事儿整得明明白白，摄影的门槛会变得极低，对不对？我觉得摄影师还是站得再高一点，对光线影调的掌控的理解，对于不同焦距的透视的想象力的提高，对不对？懂得光，懂得构图，这么说有点太虚啊，但是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大的话题。有兴趣的朋友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我未来的摄影课程，咱们里边仔细讲。保持摄影热情的第4招就是找到同好。摄影和旅行有点像，去哪儿不重要，关键是看和谁一起玩。我在小鹅通的采风摄影学习社群里边呢，问了一句咱们这期内容开头的这个问题，同学们的回答呢，我其实也很喜欢，这也给了我这期节目的灵感。有一个朋友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摄影这个爱好不是刻意去坚持的，而是发自内心的，就是想把自己的东西留在那儿那种渴望，想把自己看到的当下的东西感受分享给别人。说白了，它是一种倾诉。还有一个同学说呢，自己是一个喜欢表达的人，可惜五音不全，唱歌是没戏，说话呢语速又慢，遇上高兴事儿嘴跟不上脑子，但是遇上跟别人吵架的时候脑子还卡住了，于是呢就写字儿，但是回头一看自己的这个观点呢又太主观，但是相对于相机所呈现，那就是更加的客观和更加的丰富。你看啊，如果身边有这样有温度又会聊天的朋友，是不是也有种让自己重新拿起来相机的冲动？我为什么又说重新呢？如果您也认同上面的观点，那欢迎把有共鸣的照片咱们也发在评论里边，咱们也互相激发，互相启示一下。总结，摄影呢可能是能让人玩一辈子的东西。上面呢给大家开出的4个方子，给大家呢每个都可以抓一点，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得更持久。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其实你看我这期节目的文案，我当时坐在屋里整整憋了2天，就写了几行 PPT， 但是今天早上出去在附近走了1小时，它就出来了。行了，大家看完这期节目也出去溜达溜达吧。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请大家关注我，我是大马猫本，咱们下期再见。